楼地板面积为全日本之最的国立新美术馆，开馆于2007年，是日本的第5间国立美术馆。建筑外观全部使用透光的玻璃帷幕，周围则受种植各式植物的庭园所包围。在广达47000余平方公尺地板面积的空间内，除展厅、特展厅、艺术图书室等美术馆必要的配置外，馆内还包含1间餐厅、3个咖啡厅及1品商店等。傍晚时分方抵国立新美术馆，由内而外透出光线的玻璃建筑外观，让这个巨大的美术馆自身即变为一项随着时间变化的艺术品。美术馆内唯一的餐厅 Brasserie Paul Boccasseli Musée 是法国神厨 Paul Bocuse 的授权餐厅。这位新派料理之父的 L'Auberge du Pont de Collonges 餐厅，1965年即列名米其林3星，至今依然。2011获美国厨艺学院选为20世纪最棒的厨师 Chef of the Century。若你想于旅行途中利用网络定位，餐点价位又在可接受的范围，品尝带领法国料理走向世界的味道， Brasserie Paul Boccasseli Musée 绝对是个可以满足如此需求的餐厅。这次餐厅的定位时间为18点。国立新美术馆于17点30分停止游客进场，进入时会受到大门警卫拦阻。此时不会用日文解释没关系，只要口头告诉他 restaurant 即会放行。回望六本木新城，虽然森大楼地上54层楼高238公尺，但在国立新美术馆前几株大树的相较之下，看起来似乎渺小了许多。美术馆由下而上朝外倾斜的玻璃外观主体，在对比光线的照明下，让呈圆锥状的入口在夜里显现得更加鲜明了。进入馆内大厅的挑高空间让人感到相当舒服，2个圆锥状的建筑宛如甜筒杯一般，故而让人联想产生一个口语：大杯吃饭，小杯喝咖啡。高度21.6公尺，两翼宽达160公尺的大厅，小甜筒杯上面是 Salon de Ron 咖啡厅，大的圆锥状上面则为 Brasserie Paul Boccasseli Musée。Brasserie Paul Boccasseli Musée 虽然是法式餐厅，但顺应日本在等待区备有椅子的习惯，不免俗的也提供许多呆坐的椅子。1994年起 ，Paul Bocuse 在法国第3大城市里昂陆续授权4家同样挂着 Paul Bocuse 招牌、料理价格仅本店的1/4的平价餐厅。在2007在国立新美术馆设立的 Brasserie Paul Boccasseli Musée， 即为 Paul Bocuse 在日本实现法式餐点高贵不贵理想目标的地方之一。Brasserie Paul Boccasseli Musée 餐厅内的餐巾或器皿，许多上头都印或绣有米其林3星主厨 Paul Bocuse 的名字。毕竟这是一家设于日本的法式料理餐厅，服务人员提供的菜单均为法文与日文并陈。若对这2种语言生疏时，点菜时可能就需要 Google 翻译的帮忙了。倘若觉得届时点菜会有问题，可直接在 TableCheck 网站定位时选择只限座位预定。用餐内容则由餐厅适当天时才决定。法式料理标准餐点分为前菜、主菜及甜点3项，图为前菜。以鱼为主要食材的主菜，烤布蕾这项甜点外表焦脆，里面吃起来还真是美味可口。餐后饮料可以有几项选择，我点的这个咖啡相当浓醇香。Brasserie Paul Boccasseli Musée 餐厅位于大杯子上，顾用餐的桌子则依圆锥的圆弧排列，而后再区分为外圈与内圈。用餐前原以为看似少量的法式料理，用餐完可能还要去六本木的一兰拉面吃宵夜，结果感觉状况还好，面包蛮好吃的。有需要可以请服务人员再加送。用完晚餐的时间，几乎都已达国立新美术馆打烊的时间，此时刚好可以仔细端详一下馆内的建筑。由上而下观之，1楼大厅卖店的工作人员仍在辛勤的工作，完全不似想象中售货员打烊后就可以下班的假象。站在3楼大杯子望着对面2楼的小杯子，更容易清楚了解馆内这2个圆锥体的配置与用途。因馆内已呈现打烊的状态，由3楼下到1楼大厅需依指示路线行走，直到离开美术馆走至庭园走道时，外面都还配有一位服务小姐热心的指示离开方向。